这不是靖王世子妃吗？瞧他衣衫不整的样，定是被劫匪侮辱过。不是，我没有。于家二小姐与你青梅竹马，娶了她，就当和这于氏从未认识过。阿宁，与其苟活受辱，不如留下个贞洁烈妇的名声。不要！我竟然回到了吉吉宴的前一天。世子要娶二姑娘，不妥，不妥！裴恒，原来你也重生了，这一世你竟直接改娶于庆楚。于之宁，无论你使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娶你。既然世子诚心求娶，你们有两情相悦，那便成全。至于我明日的吉金宴，我也有打算，抛绣球，现场选亲。阿宁，你当真要我接绣球？不是赌气？不是。你只管抛，谁敢抢，谁弄死他！滚开！于大姑娘，太后知您今日及笄，特来赐旨，封于家嫡女之宁为郡主，封号长宁，赐良田100亩，黄金万两，钦此。臣女长宁，谢太后隆恩。大姐姐，你是不是早就和景世子定好了？太后当年的难处，您得体谅。初入后宫，地位不稳，她不愿让您在深宫寄人篱下，才托付给谭夫人收养，让您有了于家嫡女的身份。娘亲，夫人，外面传出消息，北冥大师发话了，要想救太妃，需裴少从京城门口3步1叩首，一路跪到金云台山顶。若不是于之宁处处招惹事端，恒根何须受这份罪？这丫头越来越猖狂，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。父亲，阿宁都长这么大了，这就是阿宁，果然和国公爷说的一样漂亮端庄。父亲心疼袍泽遗孤，为人坦荡，一路上千万将士看着，许娘子何来坏了名声之说？我已打算另寻落脚处给你，今日你便带着孩子自立门户去吧。父母小心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郡主，前方有草垛，马疯了，控制不住，快跳马！国公府的马一向温顺，今日宋氏非要换车，马就疯了。宋氏，你竟敢明目张胆算计我的命！我记得穆姑娘和景世子是有娃娃亲吧？谁不知景王妃是个计时，从前和景世子闹得极不愉快，一而再的说这些令人误会的话，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时玄根年纪小，我不计较。你不计较，便来为难长宁郡主。这年头口头娃娃婚多的是，明知长宁郡主不日就要嫁了，还扯这些，存心膈应人吗？景王妃可是身子不适。太后，太后，苏嬷嬷，景王妃还跪着，怎么也不提醒哀家一声？是老奴的错，太后念经不喜被打扰，故而未报，请王妃见谅。能陪着太后祈福是儿媳的福气，哪敢责怪嬷嬷？这些年儿媳不在身边侍奉，已是不孝。是啊，景王久不在京，倒是玄哥是个孝顺的，时不时来哀家面前尽孝。儿臣给太后请安。瞧，正说着呢，你就来了。多年不见，景王风采依旧。再瞧你王妃，哪能看出30几岁年纪，分明才28模样。想必景王平日里待你极好。过去这些年，若非世子代替王爷承欢膝下，太后可要寂寞不少。过去种种就不提了。玄哥长大了，哀家还记得，婉柔去世时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孩子。景王妃，哀家是怜惜这孩子一个人独来独往，这才擅自赐婚。你不会生气吧？玄哥儿能得太后赐婚是他的福气，我和王爷感激还来不及呢，怎会怪罪？景王，你给哀家收一收脾气，莫再对玄哥儿严苛。长宁郡主与玄哥儿一样，没了生母庇佑，本就可怜。今后长宁嫁过去，若受了半点委屈，哀家可不依。儿臣谨遵教诲。太后，先王妃故去前曾给玄哥儿定下了穆副将的嫡女，二人青梅竹马，玄儿一时糊涂，竟擅自抢了绣球。景王府不能失了承诺，不如让穆姑娘一同嫁过来做个平妻。玄哥儿糊涂，你们离京时他才6岁，懂什么婚事？你们但凡有人提醒一句，哀家也不会赐婚。哀家已向长宁允诺，他进门10年内，裴玄不可纳妾，更不可娶平妻。你们这是要公然打哀家的脸？儿媳不是这个意思。皇上驾到！朕记得景王膝下还有2个适龄嫡子，与其委屈了玄哥，
倒不如将穆姑娘许给嫡嗣子裴丽，岂不？这怎么行？绿儿怎能夺兄嫂？既然王妃不同意，那只能让穆姑娘等10年后再嫁了。若玄哥鲁莽冲动要法，你这个做父王的责任也不小。皇兄教训的是，既然是玄儿主动求娶，太后又赐了婚，臣弟定当遵循。哀家只是心疼王妃，这后母当真难当。这穆姑娘若闹出什么幺蛾子，也别怪朕厚此薄彼，偏帮玄儿。时候不早了，退下吧。怎么样？不碍事。一桩婚事而已，太后何必动大怒？哀家只是看不惯景王妃那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嘴脸。今日众目睽睽之下为难长宁，她哪里是为婚约，分明是见不得玄儿好，见不得玄儿娶个有助力的嫡妻。太后，您这是对靖王妃有偏见。偏见？哀家看人的眼光从未错过。苏嬷嬷，传哀家口谕，就说哀家有些不适。靖王妃身为儿媳，如今又是刚回京，尽孝是应当的。明日起，让她每日入宫，贴身服侍哀家。是王爷，清浊那孩子何其无辜，妾身不过是念着先王妃的临终嘱托提了几句。若玄儿当真没那个心思，妾身私下会劝劝清浊的，怎落得太后如此疾言厉色？清浊是个好姑娘，是玄儿那混球没福气。今日太后的态度你也看见了，就连皇兄都要礼让3分。咱们回京不久，根基不稳，实在没必要迎难而上。至于清浊，做不成儿媳，收做义女就是了。今后王府出一份丰厚的嫁妆，送她风光出嫁。这婚事本就是口头说说，信物全无。若再坚持，怕是皇兄也要厌弃我。王爷英明，只是妾身有一事不明。这几年咱们在边境，没成想皇上竟如此器重玄儿。听说他都能在议政殿帮着处理政务了，莫非皇上有意要过继他？过继倒未必。这些年靖王一家独大，皇兄这是故意抬举玄儿这块废柴，用个纨绔来杀靖王的威风。听说了吗？靖王和王妃刚回京就被皇上当众训斥了。哼，可不，连太后的一番赐婚都敢搅和，真是没脸。传太后口谕，太后身体违和，请景王妃即刻入宫侍疾。昨日还生龙活虎的训斥我，今日变病了，这是变着法儿在宫里搓磨我。儿媳领旨，太后果真没赐婚，那穆家的丫头没挤进来。回老夫人生，不仅没赐婚，连太后都被气着了。现下正让景王妃在宫里侍疾呢，满城都传遍了。宁儿给祖母请安，祖母今日心情倒像是极好。阿宁，你且放宽心，靖世子大抵是不会娶那个穆姑娘了。昨日那孩子把老婆子我吓得够呛，如今没求到旨意，看他还怎么横。老夫人，二姑娘来了。祖母，到底是出什么事了？祖母，是昨晚父亲和母亲争执起来，父亲还罚母亲去祠堂跪3日，且让马车惊了祖母和大姐姐。大姐姐，原本今日早朝有几位大人要给父亲求情的，可那几位大人却突然反水，不肯递折子了。我听说大伯父昨夜从你这儿离开时满脸怒火，是不是你说了什么，让大伯父误会了二叔？阿宁，还有这事儿？朝堂上的事，孙女不懂。但父亲对二叔的兄弟情向来无私奉献，从不计较。二妹妹如此猜疑父亲，实在不该。我不信！你不必逼问阿宁，昨日阿宁什么都没说。见过大伯父。我不在京的这些年，二房是如何对待阿宁的，我有所耳闻。从前不计较，那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；如今众目睽睽之下给阿宁使绊子，丝毫不维护亲情，那就不该指望我能给你父亲求情。大伯父，父亲他……确实是我派人告知几位大人撤销求情折子。他纵容妻女，是非不分，又怎能做个好官？祖母，母亲，
并非我不顾兄弟情，我已查到昨日匿密的小厮是被人逼死的，还有前一日有人在马厩里投了毒。二弟如此浮躁，也该静静心。此事都是我一人的主意，与阿宁无关。老大，这事儿要真是老二做的，你作为兄长怎么处置都行。但我只有一条，别扬出去，让外人看尽了笑话，耽搁了几个哥儿姐谈婚论嫁。大哥，这绝对是误会。阿宁是我亲侄女，我怎会害她？去书房吧。那是你亲叔叔，大伯父这也太心狠了。兄弟二人何至于此？若不是查到了实证，父亲向来大度，又岂会如此痛心？二叔啊二叔，为了平息父亲的滔天怒火，你这顿打是逃不掉的。30棍而已，比起祖母的性命，比起谋害人命的罪名，这30棍算不得什么。不和睦的种子已经埋下，只需生根发芽，早晚要让父亲看清你们这群人的真面目。老夫人，刚才北冥大师派人送来医书，说要交给长宁郡主。多谢管家。阿宁，你要学医？瞎琢磨罢了。大姐姐一个深闺女子，抛头露脸学劳什子医术，也不怕人耻笑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多学些，免得哪天连马匹被投毒都瞧不出来，平白丢了性命。多学些防身的本事也没什么不妥。只是阿宁，虽说太后昨日没给那个穆姑娘赐婚，可她现下就住在晋王府，晋王极疼她，我担心你没嫁进去就要吃苦。是啊，穆姑娘住在府里，和景世子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保不齐就生出情分了呢。晋王府的事我干预不了，顺其自然便是。王妃，您可回来了？太后什么时候下旨赐婚？清卓，太后已经给长宁郡主赐婚了。听我的，你就别惦记玄儿了。等日后我重新给你找门好亲事。那个长宁郡主怎么这般不知羞耻，竟抢旁人的未婚夫？就因为他死了亲娘，太后觉得可怜，就如此偏袒。好孩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这些年我是拿你当亲儿媳待的，王府上下谁不知你是未来世子妃？如今婚事不成，你是没了颜面。这流言蜚语的唾沫，当真能淹死人啊！奴婢也替穆姑娘不值。前几年京城有个贵公子悔婚，那家的姑娘一时想不开上吊了，最后那公子还不是乖乖把人娶了回去。别胡说！清卓啊，只有你闹得够大，我的玄儿才不用娶那个碍眼的长宁。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觉得自己没脸见人。王爷，不巧李大夫告假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拿本王的令牌去请太医。听说了吗？景王府那位娇滴滴的穆姑娘上吊自尽了。造孽呀！还不是那位长宁郡主仗着太后宠爱抢了人家亲事，生生要把人逼死。郡主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您破坏了景世子和穆姑娘，差点把人逼死了。不仅是外面，连府里下人都在传呢。郡主，老夫人请您过去，景王妃上门了，就在松竹堂。终是按耐不住，来唱这出戏。郡主可千万别误会，卓儿那孩子性子太刚烈，一时没想开才犯了糊涂。我一听说外面那些行话，心里就慌得不行，赶紧过来给你解释。穆姑娘现在可好些了？人还昏迷着，好在太医说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。既然人没死，王妃今日特意登门，是希望知宁做些什么？
郡主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你千万不必内疚，你别把这事儿放心上。接下来不管外面流言蜚语多难听，你都不要理会，我私底下会好好劝主儿的。好一个以退为进，先坐实了我逼死人的恶名，再装出大度原谅我的模样。若我真的躲着不理，不仅冷漠无情的名声洗不掉，更会逼得百姓愤怒，让太后难堪。王妃此言差矣，穆姑娘在王府上吊，那是王府监管不当，现在闹得人尽皆知，更是王府治家不严。我并非推她入死境之人，为何要内疚？郡主，你祖母，我听说景世子当初接绣球时，并不是自己有婚约在身，靖王与王妃隐瞒多年不告知，才闹出今日的误会。景世子是受害者，我是受害者。既然穆姑娘也是受害者，那错在谁？王妃，您亲手教养穆姑娘多年，既然知情，为何不提早告知世子？若您告知了，世子却还在御前谎称无亲接我绣球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对，是这个道理。若世子知情还敢接绣，是欺瞒当今圣上，要牵连全族的。父亲，景王府治家无方，却让咱们国公府平败蒙冤，百姓们现在都指着您的脊梁骨骂呢。阿宁委屈不要紧，可国公府的名声容不得人做点，请父亲即刻入宫要个公道。阿宁放心，为父断不会让你受这等冤屈。郡主，就是主儿一时糊涂，何必闹得这么大？人命关天，涉及皇家赐婚，岂能马马虎虎？若景世子有错，他便该受罚。王妃，不好了！皇上听说了昨夜穆姑娘的事，龙颜大震，责令严惩。什么？皇上说王爷治家太乱，已经当众罚了王爷30棍，还说若交代不清楚，就要废弃王爷。父亲还没进宫，皇上就已经先动手了。看来这位东凉帝比我想象的还要看护裴玄。此事确实是靖王府有错，怪不得无辜的孩子们。瞧，这就是景王妃的手段。自家王爷被罚了30棍，生死未卜，他竟连入宫探望的意思都没有，反倒在这儿稳坐钓鱼台。国公爷也别着急入宫了，婚事是太后所赐，如今皇上已罚了景王府，您若是再入宫哭诉，日后郡主嫁入王府，难免两家会生嫌隙，这岂不是让郡主难为？郡主，宫里既然赐了婚，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父亲，为了不让靖王府为难，您就应了靖王妃的意思，向皇上请旨，退了这门婚事吧。阿宁，郡主误会了，我并非要你退婚。景王府培养穆姑娘在先，又是娃娃亲，此情意义无从更改。若女儿继续坚持，景王府便要落得一个言而无信，逼死穆姑娘的罪名，更要连累太后被百姓误解，强行赐婚。与其让两家如此痛苦，不如退婚。阿宁的意思，为父明白了，这就入宫。国公爷，王妃放心，我父亲定不会让景王府为难的。太后赐婚，怎能说退就退？我今日来，并非让你退婚。郡主，你太刚烈了，这未必是好事。若不是穆姑娘以死相逼，景王爷又怎会被罚？太后好心赐婚，又怎会被人误解？桩桩件件都摆在这儿，除了退婚，难道王妃还有更好的法子？郡主真的不在乎玄儿？我和世子不过几面之缘，话都说不上几句，一切随缘吧。阿宁，你当真长大了。刚才那番话，换作是我，也未必能答得滴水不漏。是祖母教法有方。你当真要和景王府退婚？祖母怎么会？那你刚才……婚事是太后赐下的，太后绝不会退让。若景王府执迷不悟，这种治家不严的后果，就该靖王去背。可靖王被罚，对玄世子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裴玄是太后看中的棋子，靖王对他越是打压，名声越是狼藉。对裴玄而言，反倒是遣除了枷锁。这件事闹得越大，对他越有利。罢了，咱们且等等宫里的消息吧。
逆子，眼下这局面，你可满意了？穆清浊那个蠢货可想不到上吊自杀，才一夜功夫就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。父王，这事儿到底赖谁？于国公，于国公，见过王爷。于国公，他是未来亲家，定是进殿为你求情去了。穆清浊终究只是个女人，大不了让宁姐儿委屈些，让他俩一正一侧进门。景王爷，太后娘娘为了赐婚的事怒急攻心，已经卧床病倒了。皇上下旨，命二位就地抄写经书给太后祈福。太后娘娘怎会突然病得如此严重？太后听闻于国公被穆姑娘以死相逼，深感愧对功臣，被迫要退了这门亲事，才动了肝火。你说什么？于正南他是来退婚的？看我也没用，我一直在宫里，哪儿都没去。这亲事能说退就退？难道你和长宁郡主一点情分也没有？话都没说几句，哪来的情分？与其问我，倒不如问问那边的罪魁祸首。王爷，天爷啊，这伤怎么这么重？王妃，你来的正好，于正南怎会入宫退婚？妾身也是一片好心，专门去了一趟于府，想安抚长宁郡主，让他别往心里去。难为王妃在穆清浊闹自杀，咱们全府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还能挤出时间去探望未来儿媳。玄儿，你误会我了。流言蜚语那么多，我做后母的只是怕她受委屈，谁知她那样不识抬举，妾身这就去求皇上开恩。不许去！先回去。可是，你当真不去求情？求哪门子情？你当真忍心看着本王一直被罚跪？你眼里可有半点笑？明明你只要给晋王府传个话，让穆家放弃所谓的婚约，就可以被黄伯伯赦了。非要我背负欺君之罪，你当老子都不顾我的死活，我在乎笑做什么？王妃，再熬下去，王爷的身子肯定是撑不住的。现在京城不少百姓都在辱骂穆姑娘不知羞，以死相逼，还有人指责咱们王府出尔反尔，反倒都在夸赞长宁郡主有骨气，不失风度。太后、于家、裴玄，一个个全都脱离了我的掌控。再等等。太后可还病着呢，皇上仁孝，是不会轻易饶了您的。这事儿总该有个顶罪的。父王若是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，以效逼迫儿臣认下欺君之罪，请恕儿臣不愿。你穆副将教育无方，纵女胡闹，下旨怒打50军官。王爷，皇上问您，还是不肯改口吗？发起承诺，不得不遵。好，好，好，倒成了真的错了。既然愿意跪，那就跪着吧。每日给景王和世子准备2个馒头，2碗水。谢黄伯伯大恩。倒是不知景王何时这么钟爱结发之妻了？为了一句细话，竟能如此豁得出去。这一局，只要景王妃劝劝那个穆姑娘就行了，偏看着王爷跪在那儿受罪。记事而已。想那穆姑娘上吊后，王妃第一时间就去于府。若非如此，于国公能退婚？这些大人说的人是我。回王妃，奴婢方才听得真切，他们说您心术不正，故意逼得长宁郡主退婚。太后装病，皇上严惩，连名声都快保不住了。妾身已经劝过卓儿了，这门婚事还是作罢吧。不成，不能毁了发妻的承诺。王爷，强扭的瓜不甜，雪儿不喜啄，咱们若强求，岂非让他们成了一对怨偶？罢了，如你所愿了。玄儿，你父王已经成全你了，你何必再气他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一个因为流言反噬着急了，
一个因为浑身是伤熬不住了，又知黄伯伯绝不肯妥协，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。现在还要我认这份子虚乌人的人情，大可不必。孽障！臣妾求皇上降罪，是臣妾教女无方，惹得京城动荡。臣妾恳请皇上将穆姑娘许给臣妾膝下嫡四子裴灵，以全了两家旧义。既然王妃明理，长寿宣旨吧。委屈你了，还要让你去操持灵儿的婚事。穆清浊是王妃一手调教出来的好儿媳，裴灵这是捡了大便宜，何来委屈？恭喜父王，又得一门好姻缘，又得一位好儿媳。王爷息怒，妾身现在担心的是，虞国公府遭此波折，太后又偏宠阿宁，若他们执意退婚，咱们该如何是好？能做的都做了，若虞家非要退婚，本王绝不阻拦。又有何事？臣特来向黄伯伯谢恩。去慈宁宫看看吧，为了你这桩婚事，太后也是操算了心。景王妃是个精明的，她见拿捏不住阿宁，自然会想办法止损。玄儿，你做得很好。是那丫头聪明，倒叫孙儿汗颜。虞国公那，估摸着还有点怒气。他膝下就阿宁这么一个心头肉，回头他若要打要骂，你且忍着点儿。孙儿明白。阿宁是个好姑娘，你要惜福，更要学会珍惜。皇祖母放心，孙儿一定爱护珍惜。多谢皇祖母。那孽子去哪儿了？回王爷，世子去了虞国公府。裴玄与于之宁素无往来，怎会第一时间登门？难道他早就存了别的心思？王爷，玄儿大抵是替王府给虞国公赔罪去了。少提那个孽字！若非皇上召见，本王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他。这混账就是个混世魔王，哪里比上咱们灵儿乖巧？灵儿娶了卓儿，是受了委屈。世子之位若是给不了他，本王定会在别处补偿。这婚事一定要办得体面隆重。都是王府嫡子，妾身明白王爷的一片心，定不厚此薄彼。王爷好生歇着，妾身还得备下厚礼亲跑一趟。即便被羞辱几句，若能解了玄儿和国公府的疙瘩，也值了。本王何其有幸娶了你，那孽子若再敢对你不敬，本王定不轻饶。国公爷，误会已解，此前种种皆是景王府之过，让郡主蒙冤受跪，裴玄特来谢罪，还请国公爷消气。景王偏爱幼子，景王妃心怀鬼胎，阿宁若是嫁进这火坑，纵有太后撑腰，日子也难过。老大，这本就是误会一场，王府如今也拿出了解决的章程，退亲2次，对阿宁清誉受损。既然裴世子心诚，便算了吧。这是你写的？是。北境缺粮，先救什么？粮道。敌强我弱，如何破？诱敌深入，断其后路。我听皇上夸过世子身手不错，今日可愿比较一番？请国公爷赐教。世子文武双全，何愁娶不到名门贵女？
阿宁是因为打赌意外与你捆绑，并无感情基础，且王府内宅如泥潭。你若不真心，实在不必牵强。国公爷误会了，郡主及笄那天，我并非路过林州。何意？得知郡主抛绣球招亲，我从封地日夜兼程，跑死了3匹快马。你一夜之间来回济灵州和京城？是。为何？在下心仪郡主，非卿不娶。混说什么话！莫要坏了阿宁名声！你且离那些莺莺燕燕远些！国公爷误会了，几年前我便见过郡主，只是那时她有婚约在身，我不便打搅。去灵州是为了庆贺她的及羲礼，不曾想裴恒那厮有眼无珠。那一刻，裴某当真是欣喜若狂。本以为是老二家那场闹剧让这小子捡了便宜，没成想竟是这般处心积虑的深情。可你在景王府的处境，那继母不是省油的灯啊！阿宁嫁过去会吃亏的。裴玄以性命担保，定护郡主无忧。有朝一日，裴某定会带着郡主辞别王府，辟府另过。辟府另过，他竟有这等胆识和决断。也罢，这孩子幼年丧母在冰冷的王府中自生自灭，阿宁选他，或许真是缘分。罢了罢了，我便信你一回。景王妃到。都是误会一场。如今景王府已经退了那娃娃亲，还请国公爷消消气，莫要跟玄儿置气，没得耽搁了一桩好姻缘。即使误会，又有圣旨赐婚，国公府自然没理由阻拦。多谢国公爷大度，玄儿，咱们景王府理亏在先，你今日得给国公府一个交代，跪下，给老夫人和国公爷磕头赔罪，并保证以后绝不辜负郡主。那倒不至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何况还是尊贵的世子。老夫人，这是景王公婆的诚意，也是王爷的意思。做错了事，若不跪地磕头，岂非显得咱们王府教子无方，忤逆不孝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王妃说的对，这诚意确实不够。你明白就好，还不快跪！我是想，等哪日父王伤好了，我和父王一块儿来并排跪着磕头，那一响头下去，才更显诚意，不是？玄儿，你糊涂了！你父王是当朝亲王，见皇上都不必行礼，怎能跪国公府？父王不能跪，那便由王妃代劳吧。你说什么？王妃自诩将我视如亲生，为了这桩婚事能成，为了王府名声，您受点委屈又何妨？况且，王妃至今还未受朝廷诰命，论位分，给老夫人这个封了1品诰命的长辈下跪，您受得起，老夫人更受得起。你这是在怪我？王妃带着礼物来赔罪，下跪赔罪才显诚意，不是你说的吗？罢了，将来都是一家人。景王府的诚意，我们国公府也领了，下跪就不必了。多谢老夫人大度，不计较景王府的过失。得知两家婚事没什么变动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玄儿，你父王那边还离不开人伺候，我便先回去了。这位纪王妃看似温温和和的，骨子里却是个极难缠的，只怕阿宁今后嫁过去，少不得要吃些苦头。母亲放心，只要有咱们国公府在，阿宁若在王府受了半点委屈，我定不会束手不管。阿宁，父亲，现在景世子的婚事已经解决了，他也应允10年之内绝不纳妾娶平妻。阿宁，你老实告诉为父，你若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为父就是拼了命去御前，也一定会替你争取退婚。父亲，景王府如何都与景世子无关，女儿觉得此人可以托付。禀国公爷，靖王在西风阁设了酒席，为了当初靖世子擅自改娶2姑娘的事，
特向您赔罪。二老爷那边也接到了请帖应下来，二老爷还说这阵子多有得罪，想借这顿酒给您赔罪。国公爷，接着喝。于正南，你强逼良家妇，败坏朝纲，可治罪，褫夺功勋爵位，听候发落。二老爷已经罚二夫人跪了3日祠堂，把不听话的丫鬟都发配了，还发了狠话，说二夫人若再敢薄待郡主，便休了她。也罢，既是靖王之邀，我应下来。是。阿宁，关于京马的事，你二叔已经严惩了宋氏。你大喜的日子快到了，这府里若闹得太僵，对你以后的清誉终归不利。父亲说的对，事都过去了，我也相信二婶只是一时糊涂。既然父亲与二叔靖王有约在身，那女儿就不多留您了。等等，裴恒也是重生的，他定知道前世父亲在这里遭了暗算，若他也提前防备，这一局我该如何破？父亲，怎么了？这2日女儿总是梦魇，睡不踏实，想去金云台山祈福。父亲可否将贴身的2名侍卫借给女儿护航？还当是什么大事？你们2个听好了，这2日务必护好郡主，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云清云墨，你们去金云台山布防。红烛，跟我上车。冬琴，拿着这些银子去办那件事，务必要快，且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是国公府的人在背后指使。郡主放心，奴婢定不辱命。父亲，这辈子宁儿绝不会让您再背上那样的污名。大哥宽厚，若不是为了楚姐儿的将来不难做，这一趟我是万万没脸来请您的。都到了门前，还说这些废话做什么？呸！哎，大哥身边怎么换了生面孔伺候？阿宁这2日受了惊，说是梦魇要去祈福，我不放心，便让身边的贴身侍卫一路送他去金云排山了。裴玄这桩婚事没搅黄，于正南又轻易原谅了裴玄。若裴玄真得了国公府这2万兵权撑腰，于你，与咱们靖王府，都是灭顶之灾。我本念在旧情，不愿算计他，可谁让他于正南不识好歹，非要站在裴玄那边。皇上有意将京外大营2万精兵交给他，若他名声有损，这兵权自然得归咱们王府。于正南，你以为把贴身侍卫支开就能保全女儿？戏台已经搭好，去请那个有夫之妇，准备登场。府内杂事缠身，耽搁了许久，叫2位久等了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王爷能来，已是咱们兄弟的福气。国公爷归京多日，本王一直无缘得见。今日本王亲自倒这杯酒，你我2家本有缘结亲，奈何天意弄人，成了憾事。外界种种误会，难言清楚。今日本王以酒赔罪，还望国公爷大度。大哥，堂堂王爷亲口赔罪，这面子天大，咱们可万万不能端着。既然兵势前嫌，那2爷的官位，尚书之位，多少人盯着，被宋家连累，实在委屈。多谢王爷挂念，不如你我2人共同劝劝皇上。再过几个月，沁楚就要嫁入王府了，若他这长家低人一等，难免招人非议。皇上气还未消，此时上奏恐适得其反，再等几日吧。
有关一桩陈年悬案，本王想单独与国公爷探讨。你们都退下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靠近。都准备的如何了？回世子已经安排妥当。世子，事成了，于国公已经久立不治，被送去了后方的牡丹阁，药效已经发作。不好了，着火了！后厨房着火了，大家快逃命啊！抓贼呀！我的钱袋子！混账！有人摸了我的玉佩！怎么回事？偏偏这时候着火？说是后厨打瞌睡没看住炉子。诸位见谅，今日开销全算小店的，老子万两的玉佩丢了，你们定是故意的，好趁乱打劫。对，我的传家宝也没了，必须给我还！何人闹事？大人，这里丢了万两赃物，贼人定还没跑远，请大人封锁全阁，挨个盘问。封锁西风阁所有出入口，今日在场所有人，无论贵贱，必须接受盘问，寻回失物。靖州尹大人，大人，我父亲今日受靖王之邀来西风阁做客，我想见见父亲。郡主莫急，既是如此，随本官一同进去便是。昌宁郡主不是去了金云台山祈福吗？怎会在此？属下确实派人一路跟随，并未收到郡主回京的消息。废物！立刻带人去牡丹阁盯着玉国公，看紧了。是。郡主，王爷正与国公爷商谈要事，闲杂人等不得打扰。事关重大，我有要紧事必须当面告知父亲。阿宁，你闯进来成何体统？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诸位见谅，这孩子许久没见父亲，是一刻也离不得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跟本官上楼，搜。二叔，我真的有要紧事找父亲，你为何处处阻拦？你懂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于国公强迫了我。果然如此，我今日原是要去金云泰山，半路察觉侍卫行迹可疑，盘问之下才惊说，竟然有人给父亲设下鸿门宴。他们灌醉我父亲，竟是要栽赃污蔑他玷污有夫之妇。二叔，你如此急着拦我，急着压下此事，究竟是在护着谁？阿宁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毁你二叔清誉！这是我路上审出来的证言，这就是罪证。你可是受人指使要污蔑我父亲？我没有。求大师帮阿念主持公道。那不是北冥大师吗？大师，烦请您瞧瞧这位妇人的脉象。阿宁，你不能仗着你母亲的救命恩情，就处处为难大师，纵容你的脾气。二叔，一个外人刚才口口声声说我父亲羞辱了他，你瞧瞧他身子底下的血迹，若不趁此时弄个清楚，
今后父亲的名声可就毁了。总不能因为二叔因浮光锦的事受牵连被革职查办，父亲为人正直，没有替你求情，你就心怀不安，处处阻拦吧。于志宁，二叔，我再问你，父亲到底在哪里？这场邀约可是你派人亲自去请父亲说要面赔罪的，如今他人呢？我方才喝醉了酒，并不知大哥在哪儿。这老东西果然老奸诱滑，明明他在设局引父亲入后，现在却推得一干二净。这夫人在1个时辰前便喝了堕胎药，此时药力正是发作了。郡主，国公爷在2楼母大阁。长宁郡主，你父亲在起火混乱时就已经离开西风阁了，并不在牡丹阁。靖王说父亲不在此处。不错。那刚才那位妇人为何慌慌张张地从这2楼跑下去，还一口咬定被我父亲羞辱？以国公爷的武功，若想趁乱离开，区区一间房子怎会困得住他？父亲光明磊落，受邀而来，放着正门不走，为何要跳窗逃跑？本王原本给国公爷安置的是秋菊阁。王爷，方才北冥大师已断出，那妇人是提前喝了堕胎药。今日是您宴请父亲，若他当真醉酒走错，您身边伺候的人都去哪儿了？您明知他走错，为何不提醒？你这是在质疑本王？并非知您不敬，我只是提出心中不解，还请王爷为这天下悠悠众口解惑。许是那女子故意讹人，趁火喜之乱，撞见国公爷去了秋菊阁，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，将你父亲挪去了牡巴阁欲行敲诈，你父亲才半醉半醒间脱身离开。若不是我早一步请了大师，坏了那妇人的奸情戏码，恐怕现在被脱身离开的就不是父亲的人，而是国公府的爵位。废物，竟叫他把人从眼皮子底下带出来了。怎么会？我明明看见窗户开了，以为他跳窗逃了，才派人去搜捕。他竟然一直就在这屋里。求大师施救，看看我父亲到底中了什么邪。国公爷并非中毒，而是被人下了软筋散。此物只是让人身心俱疲，约莫1个时辰后，自然就会苏醒。多谢北冥大师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大人，我父亲归京手握重兵，难免被人忌讳。可今日竟有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计当朝勋臣，还请大人封锁并彻查西风阁，给我国公府一个交代。这是我父亲今日带出来的2名随从的户籍，请大人对比，看看现在西风阁里那2个活侍卫究竟是人是鬼。走，给我翻遍西风阁！报，搜到了，那2名真正的随从从顶楼坠落，已经当场毙命。杀人了，这是杀人灭口啊！于家2房3番5次算计大房，这心肠怎么比蛇蝎还毒？胡说，我没有，不是我杀的人，不是。哼，国公爷若真背了糟蹋有夫之妇的罪名，那2万精兵会归谁？谁获利，谁就是凶手。当我们是傻吗？阿宁，此事真的不是二叔所为，我和你父亲是亲兄弟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我怎么会残害手足？二叔，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，说不定二叔也是被什么人逼迫的，才不得不设下这局。长宁郡主，今日是本王之过，疏忽了国公爷，才导致误会。本王愿意当众向国公府致歉。王爷当时正处药物，于国公为了避嫌才去了偏室，谁知正好撞见这妇人误喝了那种药，这一切皆是巧合。摘不摘除靖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日之后
父亲黄伯伯以及全京城都会在心里埋下一颗遗种。裴恒，你想染指京大营兵权的梦，该碎了。这妇人与掌柜是关键，还请大人务必审出真相，还我余家清白。王爷，你们兄弟二人不会是故意给本王设局，想毁了本王的名声吧？王爷明鉴，臣怎敢如此糊涂？哼，最好没有。阿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祖母虽然偏心，但还没糊涂到要拿父亲的命去给二叔铺路。二叔邀约父亲去西风阁赔罪，结果父亲被人下了软金伞。在那牡丹阁内，不仅搜出了父亲，还走出一个身怀六甲、哭喊着被父亲强占的有妇之妇。你说什么？不仅如此，若非孙女恰好在半路遇见北冥大师，请他亲自诊脉，恐怕此时父亲已经背上了祸害人命、强取豪夺的罪名，被关进京招引的大牢了。母亲，您可要替儿子作证？那妇人是个不知死活、野心勃勃的烂货，她是想讹大哥呀！儿子真的不知情，绝非儿子算计大哥。二叔不必着急喊冤，是不是被冤枉的？那妇人和掌柜还在京兆尹手里，严刑拷打之下必有实情。如今父亲快醒了，是非曲折，等父亲亲口说。这黄毛丫头竟然请动了北冥大师，今日的局被他搅得稀巴烂，还偏偏被他牵着鼻子走，引得众人误会。罢了，都别吵了，等老大醒吧。父亲，您感觉如何？大哥，你可算醒了。今日真是场天大的误会，你喝多了酒，有那不长眼的妇人误闯了院子。误闯？我分明记得，我尚有一丝清明时，房里确实有个妇人在喊救命，可我刚要动，就被人从背后反剪，双手打晕了，拖进床底。之后的事，之后那两个护送您的侍卫从楼上跌落摔死了，那妇人吃了堕胎药，咬准了是您羞辱所致，而您体内正是北冥大师亲诊出的软金伞。大哥，这一切肯定是误会，西风阁人多眼杂。父亲，妇人已下狱，只要动了刑，幕后黑手是谁，他一定招。大姐姐既然是去金云台山祈福，为何中途折返？又为何能准确无误地知道西风阁出事？父亲，您不想想这事儿太巧合了吗？楚姐儿，别胡说。为何不许说？若不是大姐姐存心做戏，世上哪有这般精准的英雄救父？你的意思是今日的事是我离间大房和二房？大姐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疑惑大姐姐怎会来得这么及时。哼，谁让你这么跟阿宁说话的？老二，这就是你教养出的好女儿。阿宁救了我的命，救了国公府的名声，倒成了你嘴里的主谋了。阿宁是我亲女儿，她为了救我奔波回京，你却在这里红口白字的算计她。前世我孤苦无依，今生我终于也有父亲撑腰了。既然二妹妹想要个交代，那我就给你交代。这2日我梦魇难宁，确实想去祈福，便求父亲借了身边最信任的2个侍卫。可走在半路，我发现那2人神色慌张，极不情愿，其中一人怀里更是掉出了一张5000两的高面额银票。一个小小侍卫哪来这么多横财？我让云墨云清一审。二叔，你猜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这银票是二叔亲手给的，二叔让他们一路盯着父亲，确保父亲在那牡丹阁里万无一失的落入圈套。二妹妹，你还觉得这证据是巧合吗？胡说！我何曾给过什么银子？大哥，你千万别听这逆子胡言。若非二妹妹步步紧逼，我本想全了二叔的一点颜面。二叔，父亲不过是公事公办，
没能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回关，你怎能如此心狠手辣，伙同外人算计亲手足？混账东西！你大哥这些年在外拼命守着余家，对你哪点不薄？你怎能这么愚蠢，这么毒辣？母亲，祖母，其实知宁觉得二叔大概也是被逼无奈，毕竟靖王势大，二叔许是为了不让二妹妹将来在靖王府日子难过，才被迫做了这阴损事。只要二叔肯供出幕后指使之人，承认是被迫的，我相信父亲定会念在血脉亲情，原谅二叔这一次。若是为了楚姐儿的前程被靖王威逼，我不怪你。可是老二，父亲临终前要我好好照顾你们，我自问无愧于心。我膝下就阿宁一个独女，我在场时，楚姐儿就敢对阿宁指指点点，肆意构陷。我不在京的这些年，你们母女又是如何作践她的？大姐姐，是我糊涂，是我口不择言，求您大人有谅，饶了我这一次。大哥，既然你不再信我，我多说无益。今日确实是我疏忽，没察觉靖王的机心，险些害了大哥。我愿领受家法50棍，给大哥赔罪。禀老夫人，二老爷挨到第30棍时，已经打晕过去了，血流了一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抬回去请大夫！快呀！老大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有些事儿解释清楚就好了，你又何必咄咄逼人？你回京这些日子，若肯早早帮老二在皇上面前说好话，他也不至于为了仕途被靖王处处拿捏，做出这种糊涂事。母亲可知武将玷污有夫之妇，在军营里会落个什么责罚？母亲可知武将玷污有夫之妇，在军营里会落个什么责罚？士卒犯此禁，杖50，撵出军营，永不录用；将帅犯此禁，杖100，褫夺终身军功。那100杖重刑，母亲觉得有几个人能活着扛下来？何况那妇人怀有身孕。这未必是老二做的，老二那性子，他没这么大本事。若此事查实与他无关，我定会想尽法子进宫求情。但若当真是他，蠢货！现在京兆尹把李娘子抓了，若是用了严刑，他吐出什么话来，本王都要为你牵连。父王，接触李娘子的从来都不是咱们府的人，即便他招了，吐出来的也只有于正清那个替死鬼。你即将娶于正清的女儿，她若是名声臭了，你以为你脸上就有光？哼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于家那老太太最看重面子，定会想法子压下去。恒儿，你真是糊涂啊！错把于木当珍珠，那于沁楚哪里比得上长宁郡主半分？我岂只是轻视了他？于之宁背后定有高人指点。这次是儿子轻敌了，下次不会再有意外。西风阁的事，你怎么看？8成是为了京大营那2万兵权，才联手算计了于国公。看来太傅没白教你，眼光倒是毒辣。那你觉得这兵权交给谁最合适？孙儿如何？皇帝未必舍得放权给宗室。皇祖母，科举在即，不如将这兵权作为武状元的彩头。哦，万一为他人做了嫁衣呢？孙儿既敢提，便有本事拿得下。哀家信你，莫要让哀家失望。站住！那个长宁郡主就是个不安分的搅事精，她才定亲几天，就闹得京城非反阴天。这样的女子娶回来，简直是祸害。只要父王能劝动太后收回京口，我随意。我替你们算过了，你们八字不合。你准备一下，随我去趟国公府，先与国公爷谈妥，再去求太后悔婚。太后最疼你，没理由不同意。玄儿，你父王说的句句是真。前几日他特意去为你和长宁君主合了八字，那君主的八字实在是太硬了。你瞧瞧，
自他入京以来，凡是沾边的哪一个没倒霉？本王绝不允许这样的女子入我靖王府的大门。那靖王府、于国公府二房，哪一个不是被他搅得鸡飞狗跳？这等克夫克亲的女子，怎配为主母？玄儿，你这般固执，该不会是真的舍不得那郡主吧？那长宁郡主确实有些美貌，可你常年流连烟花之地，什么样的货色没见过，竟会被这样一个毒妇迷了心神？原先我也不是非娶不可，但听了你们二人这一唱一和的污蔑，这门婚事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取定了。裴玄，你敢忤逆本王？京城谁不知我裴玄臭名昭著？我的婚事若不顺，靖王府接下来的子嗣也休想安安稳稳的成婚。玄儿，你误会了。孽障！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你当真以为太后宠着你是因为你的能力？你如今空有世子虚名，毫无实权。见过大哥。灵儿来了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父王，皇上刚才下旨，1个月后竞选5状元，要将金大营的2万兵权作为彩头赐给状元。果真？我就知道，灵儿日夜苦练，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。母娘放心，孩儿定不负众望，亲自夺下5状元。玄儿性子一向执拗，这长宁郡主若非她不可，怕是拦不住。这2日儿子在京中听的全是他嚣张跋扈的传闻，仗着太后宠爱目中无人，真要让他嫁进来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？灵儿，不许胡说，那是你未来的嫂嫂。你如今最要紧的是练武，争取夺得兵权。裴玄不肯退缩，本王便去私下见见于正南。那赐婚还没正式过6礼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备车。世子，看王爷的方向是去于国公府了。这是变着法的跟我过不去啊！去查靖王到底是什么时候算的八字，找哪个算的。世子，据说算八字最灵验的是金云台山的南溪大师。京城有云：依北冥，卦南溪，2人师出同门。那就去金云台山。郡主，景世子身边的侍卫偷偷传信，说是靖王打算以生辰八字不合为由，强行退了这门亲谕。好一个景王，不敢明着违抗圣旨，倒学会拿八字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来做文章了。世子还说了什么？世子说他自会去想法子解决，请郡主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他是个实诚的，可我也不能由着那老光顾在咱们家门前撒野。走。父亲，女儿已认定了景世子，无论旁人如何巧舌如簧，这门亲事都绝不更改。阿宁，为何突然说这话？景王这些年对世子的偏心有目共睹，如今为了扶持继世之子，竟想用八字不合这种荒谬理由拆散我。那若是他执意要退呢？父亲只管推给太后，这一纸册婚可不是他靖王府想退便退的。景王爷驾到！拜见景王爷，不知王爷贵体欠安，今日登门有何指教？国公爷，本王今日是为了裴玄与令爱的事。前几日我特意请高人算了2人八字，竟是大凶之兆。为了2家后辈安危，这婚事怕是不合适啊。八字，不知王爷是从哪儿弄来我家阿宁的八字，竟能合出个大凶。小女的生辰八字，唯有我与她本人知晓，外头传扬的可做不得准。王爷莫不是被江湖骗子给欺了去？我阿宁生来有名师批命，乃是天生旺夫之相。不知景王是在哪座山哪座庙算的这大凶？许是从国公府哪位长辈那儿私下求来的？哼，退婚事小，可我家阿宁本就受过一次委屈，若再背上个克夫的恶名，他以后还怎么见人？王爷若执意要解，咱们便选个日子，请太后作证，当面重合八字。若真不合，我于正年亲自入宫请旨解除婚约，绝不纠缠。那便依国公所言。那位既非佛口蛇心，竟哄得靖王连嫡长子都不要了。父亲，裴玄在那种虎狼宫里长大，名声差，怕也是有些人推波助澜的结果。你放心，为父虽是个粗人，
但也绝不容许旁人踩在我的脸上欺负你。你可得拿主意呀！若是他们不肯要阿宁，母亲，阿宁的婚事自有我这个父亲操持。晋王府若是无信，我便告到金銮殿去。王府又如何？国公爷，宫里来旨啦！国公爷，皇上有旨，让您担任武状元科苦的主考官。微臣领命。近日京兆也已审视了李娘子，探出口风，也抓到了几个可疑人。这李娘子和府上有些关系。皇上说，看在于国公多年尽忠尽格的份上，暂不严惩了。但这尚书之位已提拔了小林大人上任。至于二爷，便在府中好好休养吧。老二他竟真的如此糊涂。皇上这是看在阿宁即将大婚的份上，才给国公府留了最后的遮羞布，否则今日被索拿进京川领大牢的就是老二了。老大，他该罚，你打他骂他，哪怕再加50棍，母亲这次绝无怨言。求你祖母保住这以退为进的戏码演得真好，料定父亲会心软。可惜他低估了经历过生死绝后的父亲。阿宁，你先回去。母亲，二房不仅算计我，这些年更是在我背后百般作践阿宁，这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你究竟想如何？总不能亲手把你弟弟送官吧？隔壁街有处3进3出的宅子，让二房收拾东西搬出去。你要赶走二房？不，是分家。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宋家落魄，老二丢官，我这个老太婆还没死呢，你就想分家？老大，你忘了你父亲临终前是怎么交代的吗？那母亲这些年对阿宁真的好吗？我与二房一生贤媳，他们投靠晋王，我却不是。我不能让于国公府成了两头下注的墙头草。为了保住祖宗基业，这家非分不可。就没别的法子了。分家时我会多让些家产，这是我作为兄长最后一次帮了。文渊，扶我去二房。大哥真是无情至极，回京后步步青云，却半点不顾念自家兄弟，反倒让我们宋家跟着遭殃。阿宁嫁个顽畜，拿什么跟晋王世子比？等裴恒拿到兵权，总有一日我要让他于志南跪下来求我。全都退下！母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老大说要分家。不行，凭什么？大房如日中天就想甩掉我们？这余家的好处凭什么都让他们占了？李娘子的事，皇上派人传话了，尚书缺额已被人顶了。你们在灵州做的那些亏心事，老大也全查清楚了，证据确凿，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。拿什么去保你们？分家势在必行。母亲，二房现在没钱没权，楚洁儿马上要嫁入晋王府了，此时分家，让她脸往哪儿搁？她可是世子妃，只要她一朝得势，定会拉拨咱们国公府的呀。阿宁嫁的是景世子，只要大房在，便只会助世子。你指望大房去给晋王府添砖加瓦？这，你大哥说了，看在老国公临终托功的份上，家产分配他会多让着你们些。二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咱们万万不能离开国公府啊！禀二老爷，国公爷请了族长和族中几位长老入府，说是要议分家大事，请二老爷尽快往大堂去。族长已经到了府门外。族长，他竟连族长都请来了，这是一点后路都没给咱们留啊！扶我起来！二爷，您这腰上的伤还没结痂。大哥既然把族长都请来了，这事就没回旋余地了。再厚着脸皮赖着，只能叫人更看清。走。你说什么？大房要分家？夫人，奴婢亲眼瞧见老夫人黑着脸从二房出来，族长带了好几位长老，已经在朝大庭去了。糊涂！老二家那些破事儿，凭什么把我们也一并分出去？顶着国公府三夫人的同走，去哪儿不被尊称一声？出了这大门，谁认得我？三爷呢？去请三爷没有？国公爷早已派人去寻三爷了。走，去大堂，我倒要看看
大哥是不是真要把咱们都扫地出门？大哥要分家，我也没意见。只是楚姐儿和阿宁出嫁在即，这个节骨眼上闹分家，外人定会有非议。楚姐儿的夫家是晋王府，若是嫁妆排场不在国公府里办，难免叫人脸面难堪。老大也不差这几个月了，好歹楚姐儿也得喊你一声大伯，给她留个脸面吧。我听说当初晋王世子该娶楚姐那时，曾当众许诺，不论楚姐儿身份，他都会娶之入府。那是世子情深，同在京城，谁不知你们是我胞弟？即便不住在一起，也没人敢轻视。今日这家非分不可。好，既然大哥铁了心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分。虽是分家，但我做兄长的也不占你们便宜。账面上剩下的所有现银，由2房和3房平分。城外的铺子、宅子、良田，我亦一分不要，全部由2房、3房平分。这间国公府是皇上赐我的，除此之外，我只要我往年的俸禄和朝廷的这些赏赐。国公爷，你这是什么都不要，要把家底全都给2位弟弟？我意已决。大哥说只要俸禄和赏赐，可这些年您不在，扶他里里外外的人情花销，孝敬母亲，哪样不是大房出的银钱？您如今要带走赏赐，怕是连我们的牙缝都掏空了。宋氏，既然要算账，那咱们就一笔可算清。这些年属于大房的铺子营收，庄子分红，每年应入大房35000两。母亲康健，阿宁从不做遇鬼的开销，这3万两便抵了母亲的孝弟和阿宁的嚼数。可我这本账上清楚记着，属于我于正南这些年征战得来的朝廷赏识，那是我的私产，绝不属于于家家产分配之列。国公爷所言极是，那些是御赐给长房的血汗功勋，不能支分。二爷，这么多年了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账是多少，不如大哥算个总数，就从分给2房的账里扣除吧。此事搁置一旁，先分家产。不少铺子竟然关门大吉了，剩下的也多半亏空。老二家这些年到底贪了多少，又败了多少？哟，二嫂管家这些年，这金矿市的余家铺子怎么反倒少了这么多？这年头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？你们3房这些年坐享其成，有的分就不错了。赚？这清单上哪有一间铺子在赚钱？最多也就是个屏障，怕是都进了二嫂自个儿的牙缝了吧？够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来捣乱？我不过是实话实说，二哥何必堵我的嘴？身为余家儿媳，难道连账目不清都不能过问了？老三，这就是你屋里的人。母亲常教导，家和万事兴。大哥一向公允，自会公平对待。家产一分为2，2房、3房各分15个铺子、15个庄子、良田100亩。账面上的10万两现银，2房平分。大哥，这不公平！二嫂管家多年，弄出这么大亏空，凭什么要让我们3房也跟着算进去？三弟妹，若是大房也跟着分这份家产，你能分的还没现在的1半多，别太贪心了。那能一样吗？既然说好了公平，旧账就得算清。够了，为了平息此局，我再补2个铺子给3房总行了吧？二哥，这么多年的亏空，就补2个？不要闹，咱们今日就请账房仔仔细细算个透。大哥的赏赐有1半是孝敬母亲了，剩下那1半，我2房愿意用银子抵债。那些赏赐确实都在我库房。夫人，账就得算清。刚才国公爷说了，他用过去那些年的营收35000两来孝敬你，这御赐的赏赐是私产，您还是还回来吧。老大是我生养的，难道他就不能多孝敬我一些？这些私产您留得住，100年之后又是兄弟渠长的根源，您又何必在这儿挑起几兄弟不和？族长，大哥毕竟多年不在府，多孝敬母亲也是应该的。哼，你们既然要分，那就分个明明白白。大房孝顺了，你们2房、3房难道就不孝顺了？于情于理，你们那份孝心也要一并奉上才是。难不成老夫人只养了大房1个儿子？族长说的对
二弟和三弟也该表示一份孝心。母亲，那些都是皇上所赐，还是还给大哥吧。您往后缺什么，儿子定会孝敬。若是母亲不拿出来，我二房还得贴补进去一半，绝不划算。母亲，还给大哥吧，莫要让别人看了咱们余家的笑话。除了归还的赏赐所缺额度，全数算在二房头上，里里外外一共应退还国公爷7万两白银。7万两？怎么会这么多？每一笔何年何月赏了什么，库房还有什么，全写在这里。二弟，这些年你用了多少，难道你自己不清楚？大哥，真的要做的这么绝情吗？宋氏管家，这些账若细算，远不止这些。念在兄弟一场才如此，二弟觉得有何不妥？2日内你们务必搬离此地，奴仆可一并带走。至于母亲仍住在松竹堂，我会供养。你们若想探望，随时可来。父亲，母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就出去了半日，怎么就要分家了？现在的二房不仅没了官职，连银子都没了。以后出门，怕是只能对外声称是国公府的穷亲戚喽。若不是你处处针对阿宁，算计那点蝇头小利，我也不会丢了官，大哥也不会非要分家。算计阿宁可是咱们商量好的。你说大房就一个女儿，带太多嫁妆是浪费，我才……你住嘴！你是嫌事不够乱，这话若传进大哥耳朵里，你可知后果？没钱了，那我还怎么风风光光的嫁进晋王府啊？总算把这群吸血虫赶出去了。郡主，请世子派人传话，属下给郡主请安，这是我家主子的信。转告世子，我已知晓，让他按原计划行事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父亲，女儿在想一篇文章。晋王派人传话，说明日邀我一同去金云泰山合八字。阿宁，万一那八字真的……父亲，八字顺不顺，不在天意，在人为。等到了山上，您只需要如此这般。我女聪慧，若真有人敢在那儿造谣，为父定不轻饶。听见没？长宁郡主克夫，金云台山的高僧亲口说的。八字大凶啊！不好了，国公爷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旧疾发作，忽然昏迷不醒了，请您快回府。王爷，家母病危，这合字的事儿只能改日再说。这都到山门口了，百善孝为先，王爷难道要我不忠不孝吗？走。父王、母妃，现在大街小巷都传遍了大哥和长宁郡主八字不合，这门婚事肯定不成了。胡说八道！今日压根就没有占过八字，这流言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去查，给本王彻查到底，到底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，坏本王的名声？父王，会不会是大哥？灵儿，不许对你大哥无端猜疑。我可没胡说，前天我亲眼看见大哥身边的人往金云台山那边去了，大哥那天出门也鬼鬼祟祟的。这混账，真是一刻也不让本王省心。若是他监守自盗，看本王不打断他的腿！还是没查到源头。回王妃，这消息像是从风里长出来的，最早是从几个乞丐嘴里唱出来的段子，可今日一早，那些乞丐全都不见了。好快的手脚！若是裴玄那祸害做的，他没这个心计。若是于之言，王妃，现在的风向不对劲了，外面都在传咱们景王府是故意为难世子，见不得他娶个高门嫡女做助力，才变着法的搅和婚事。这些刁民懂得什么？再者说，奴婢斗胆，于国公战功赫赫，那长宁郡主又是太后眼里的香包包，他若真进了府，您是一个孝子压在他头上，他有多少家典，日后不都是要在您的指缝眼讨生活吗？你说的对，是我先前小看这丫头了，总想着退婚，倒忘了，只要她进了这晋王府的门，我有的是办法捏圆揉扁。去，再给本王妃好好打听打听，于家那老太太到底是不是真病了，千万别是于正南做的局。是，王妃。瞧见没？这玄黄一时的国公府竟然分家了。
眼看着三兄弟本该和和睦睦，怎会走到家散人分这一步？祖母，孙女舍不得你，若不是迫于无奈，孙女真想日日守在您跟前尽孝。母亲，儿子即便搬到了隔壁街，心里也是时时刻刻惦记您的。冬日寒凉，您那腿疾千万不能大意，身边更不能离了人啊！既然二叔如此不放心，不如等您那新宅子收拾好了，就时常接祖母过去小住几日。左右不过隔着一堵墙的距离。大姐姐，你以前处处算计也就罢了，现下父亲不过是多叮嘱祖母几句，你怎能如这般阴阳怪气，说话刻薄？难不成你以后真想独霸国公府，要把祖母也撵走不成？二妹妹说哪里的混账话？为了祖母，阿宁连命都能舍下去。这屋里的人谁都有可能嫌弃祖母，唯独我不会。楚姐儿，即便分了家，阿宁是你长姐，你长幼尊卑不分，是在教训谁？哎呀，都快嫁人了，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吵闹？阿宁，二婶也是心疼你。现在满京城都传你八字印克夫命，说是靖王府铁了心要退婚。你在风口浪尖上，还是收收性子，多忍让些，免得把婆家彻底得罪了。什么？靖王府要退婚？退婚？二婶，这种无根无据的混话，您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外头都传疯了，说你们八字相称，大凶。八字相冲，二婶这话说的好生奇怪。阿宁的生辰八字，除了宫里和父亲外，再无人知晓。那景王府又是从哪儿凭空得来的八字去合的？祖母，您忘了吗？母亲当年收养我时，曾带我入宫谢恩，正巧遇上南溪大师。大师曾言阿宁是福泽绵长、碧眼夫家的贵相。西大师的卦那是千金难求的。既然大师说过是贵相，那外头那些克夫的流言，宋氏，你吃过这么多次亏还不长教训，外人编排也就罢了，你身为长辈，竟也敢胡说八道。许是我听差了吧？阿宁也好奇，靖王妃道竟从哪儿弄来的八字去，还给我传出这么个名声。靖王府也未必是合了八字，又或者是去了谭家打听了。这宋氏也太自作聪明了，谭家是望族，怎会轻易泄露未出阁女儿的八字？没谱的事儿也拿到姑娘面前混说，也不怕脏了耳朵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二房快走吧。慢着，大哥，母亲，几天前景王确实来找过我，他私下合了八字，说阿宁克夫，命犯不祥，竟妄图逼我一同去太后那儿退婚。竟真有此事？那日两家本约好在金云台山重合，结果遇事耽搁，压根没开展。可京城流言却传得满城风雨，我倒想问问，这八字究竟是从谁嘴里漏出去的？父亲，阿宁别怕，他靖王府固然尊贵，我国公府也丝毫不弱。这公道，为父定替你讨回来。节姑爷，不好了！景少子在金銮殿和景王打起来了，皇上下旨让您即刻入宫。为何打起来？说是为了景王擅自来咱们府上退婚的事。来得正好，我也正要找他问个明白。这事儿最好和你没关系，否则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也保不住你们二房。祖母怎么能怪母亲呢？说不定大姐姐命格真的不好。都不许走！哼，东西搬走，你们几个留下来用晚膳，等老大的消息。黄伯伯，我不过是想娶亲，不偷不抢，国公府也首肯了，为何我父王处处阻挠，闹得全京城都传我不和，断我姻缘？京中流言竟广至此，回皇上。传言长宁郡主八字太硬，世子克妻，两人结亲见血，祸及家人。既是不和，朕重新替你选一门便是。不，黄伯伯，前天父王于国公因事提前上山，压根就没合上八字，我有众多香客夫人作证，八字未合，流言何来？靖王，这你怎么解释？混账东西！本王还不是为你着想，你竟敢诬告！就事论事，何必扯什么孝道？难道是父王心虚？想堵我的嘴？皇兄，臣弟确实私下合过一次。前天想去金云台山见和确认，于国公家中有事儿，提前走了。您前脚上山，后脚满京城都是流，真是巧。皇上，小女生下时，除了我和亡妻，无人知晓八字，连嫡亲祖母也不知。敢问景王，您是从何得来的八字？
偌大府邸怎么可能没人知晓？皇上，微臣以整个虞国公府的未来发誓，那八字外人绝不可能知晓。皇上，微臣就这一独女，如今背负骂名，这公道若讨不回来，微臣枉为人父。阿宁百天时曾得南溪大师亲批扶命，怎到了靖王府就成了早夭不详？求皇上彻查。靖王，既然虞国公说没人知道，那份所谓的八字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又是谁去合的？是府里主母操持，是景王妃，一切都是景王妃私下去裴玄。传旨，宣景王妃立刻入宫觐见。本王听说你前几日去了一趟金云台山，你去做啥？这京城的流言蜚语，该不会是你故意放出去的吧？父王觉得这么做对我有何好处？自然是陷害王妃，好一副受害者的姿态，去博取皇家和世人的同情。这事儿准是你做的。本世子若有这个本事，也不至于这些年声名狼藉。你还知道自己名声差？黄伯伯，事实如此，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谁还没个年少轻狂的时候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为何去了金云台山？回黄伯伯，臣是受皇祖母所托，去寺里取经书。宣景王妃入殿。臣父给皇上请安。朕今日召你是想问问，朕听说你前几日私底下拿着长宁郡主与玄儿的八字去外面合了？是，确有此事。那郡主的八字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是虞国公府给的。虞国公府，本宫从未给过。敢问是哪位主子给的？是二夫人宋氏。王妃明知宋家那位二夫人屡屡算计郡主，阿宁婚事自有老夫人与国公爷掌管。婚姻大事，王妃为何偏偏去找宋氏要八字？玄儿，我初回京城，哪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不过一个八字，我满心想的都是为了你呀。谁知道虞国公府那些糟心事儿？玄儿，你别不知好歹，即便是一场误会，八字大凶也是事实。虞国公亲口说过八字无人知晓。傅阳，你若不想让我娶郡主，打住二弟一头就直说，何必背后坏人家姑娘名声？孽子！八字是宋氏给的，那个算八字的道长呢？是谁？是路过的一位游方道长所批。游方道长，好一个死无对证。那八字纸条呢？想必还没烧吧？裴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黄伯伯，为了避嫌，不如请钦天监的人来审审这纸条，看看是那道长道行不够，还是这八字是专门为我准备的礼物。选钦天监。宣钦天监入殿。景王妃，八字呢？拿出来给钦天监审审。回皇上，此八字确实不吉，克夫家损子育。女子若纳此命，不论嫁入谁家，皆是祸根呐。玄儿，是我疏忽错信了宋氏，我也是被蒙蔽的呀。这二房也太恶毒了，只要把罪全推给宋氏，我顶多算个办事不力，总好过陷害之罪。这八字确实与小女有几分相似，但这生辰像极了。虞国公，莫非这不是郡主的？我记得二房家那孩子与阿宁只差1个月，说不定是宋氏心机拿错了。这八字倒像是按着于郡主的生辰找出来的。什么？二房嫡女的？原来如此，那怪不得了，克夫克子大凶，这不正是算计到了靖王府头上？钦天监刚才批了，此女是不祥之人。行了，既然是一场误会，此事作罢。裴玄的婚事即刻移交内务府亲办。过几日南溪大师入宫，朕会请大师亲自为二人赐福，赌上京城悠悠众口。合八字本是私事，却闹得满城风雨，也不怪玄儿寒心。靖王，你身为父亲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适可而止。黄伯伯，既误会已解开，我也就大度些不计较了。毕竟他是长辈。你难得懂事。来人，长宁公主受了惊扰，赐如意一对，蜀锦10匹，以示宽慰。谢陛下恩典。都退下吧。王爷，都是妾身的错，险些就误会了这桩大好的婚事。这事儿不怪你，怪就怪宋氏拿错了八字。宋氏要算计于之宁，怎会将亲生女儿的八字给我？这分明是有人将计就计。王爷，宋氏胆敢如此欺辱我，我想去于家质问他。皇兄提及宋家时脸色极差，这事儿到此为止，别再给本王添乱。
你回来了，宫里如何了？今日皇上亲审，晋王妃直言阿宁那张克夫的八字是你宋氏给的。大伯，就算是母亲给的，母亲也是为了两家婚事圆满才配合，绝无坏心。你们父女倒是一样的厚颜，误会已清，我亦不想追究，搬出这里。大哥，就这么办？分家是看在父亲面子，没送官是看在母亲面子。从今往后，各奔前程，互不干扰。人家传我的令，从今日起，2房3房再入门必须提前通传，没我点头，谁也不准进。是。再清一遍府内奴仆，没有卖身契的，要么签，要么滚。阿宁，这个家以后清静了。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阿宁被坏了名声，大哥竟然没跟咱们计较。许是误会解开了，他怕闹下去对阿宁出嫁名声更不好吧？世子，这么晚您怎么来了？快上茶。不必了，本世子只想问问宋氏，为何要把楚儿的生辰八字亲手交给晋王妃去合？现在全京城都知道，于庆楚克夫克子，是个身负大凶名格的灾星。这让晋王府还怎么迎娶她？这不可能！我是腐女，世子，这一定是误会。是你错将八字给了晋王妃，我给的是于志宁那个贱人的生辰。这是楚儿的，可这不是我写的那张。这是有人调包了，是晋王妃。晋王妃没道理自毁名声，能把八字悄无声息的换了，还能引得于正南在殿上刚好认出生辰的裴玄、于之宁。是阿宁，定是阿宁无意间听见我与景王妃聊起八字，才盯上我了。盯上你？若非你心怀鬼胎，他如何能盯上你？景王妃本就想搅黄婚事，我便想着顺水推舟，找了几个极差的八字给景王府送去。是丹菊，这事只有丹菊接受。丹菊人呢？丹菊前些日子说家里有急事，告假回乡了。糊涂！那是跟了你7、8年的贴身丫鬟，她什么时候生了外心你都不知道。世子，大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若是这名声洗不干净，我还怎么风风光光嫁给你？等我抓到丹约那个贱人，我一定要当众撕碎他的嘴，让所有人看清楚于志宁的真面目。闹够了没？丹菊是你的贴身丫鬟，八字是你给的，现在宣扬出去，谁会信你不是不小心拿错了女儿的八字？亏咱们验也得验，不验也得验。再闹大就不是无意犯错，而是你这个当长辈的主动陷害嫡侄女，那才是万劫不复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尽快找个德高望重的大师，为楚儿重新辟名，洗脱恶名。成婚在即，不要再闹出任何乱子。母亲，这次当真是您太大意了。我这么多年为了你们父女打点，怎么到头来全是我的罪过？我问你，公账上那几万两银子都去哪儿了？二爷难受，难道我好受？上下打点，赔本买卖，还要给2个儿子支家顶，阿宁出门也得贴补，哪样不是钱？说到底，还是母亲母家根基浅。您若如大伯母那样是谭家嫡出，咱们何至于日子过得这般紧巴巴？罢了，今后全家都要指望着我。等我将来在晋王府站稳脚跟，定要让那些算计2房的人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余家女命不小，祸害谁谁遭殃。晋王世子眼昏黄，错把榆木当烛光。哈哈！给我找到丹庄那个贱婢，我要剥了她的皮！夫人，丹娇带着她那瘸腿老娘5天前就消失了，根本寻不到踪迹。卖身契呢？我的卖身契匣里单单少了他那一本。不行，我不甘心，我要去国公府找大公爷要个说法。母亲，大伯父现下是武状元主审，得罪不得。哪怕明明知道是他做的，我们也无凭无据。
忍，咱们只能先忍。让恒儿过来。回太妃，世子昨儿晚上一夜没回。去请王妃过来。前几日是晋王府丢脸，怎么才过一夜就变成了咱们王府被指点有眼无珠了？你不是说那个鱼儿姑娘是腐女吗？怎么现在成了克夫克子的大凶之人？母亲息怒，恒儿昨夜就去金云台山求见南溪大师了。只要大师肯重下批词，误会自会解除。武状元选拔在即，那是天大的事儿，他竟为了这个名节受损的丫头自乱阵脚。母亲放心，学子名单我看过了，恒儿绝无对手。武状元非他莫属。见到南溪大师了吗？等了一夜，连面都没见着，说是大师闭关不见客。我与南溪大师多年前在宫宴上有过一份解围之情，准备马车，哀家要亲自去一趟金云泰山。我晋王府的世子妃绝不能是背着克夫苗头进门的祸害。去，跟南溪大师传个话，就说先帝淑妃要见他。阿弥陀佛，大师说他不认识先帝淑妃，今日不见客，请回吧。怎么可能？我是当朝晋王之母，30年前宫宴上还曾与大师共话，他怎敢说不认识？大师言，30年前后宫并无淑妃，那时我只是个贵人。再去传。大师说不见，我不信他真躲着我。贫僧记忆中，先帝后宫确实无淑妃此人。大师，当年我尚是贵人，今日来是想请大师瞧瞧此女的八字。此女八字不吉，乃是克六亲之命。克六亲？不可能！上辈子楚儿明明是忘我的腐女，我娶她之后步步高升，这辈子怎么就成了克六亲？大师，莫非是看错了？命由此定，这等命格就是与亲缘无缘，归入佛门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这门婚事我不同意，裴恒，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必须解除。可是祖母，你亲耳听见了，他克六亲，你是王府耗尽心血培养的未来，绝不能被这种下贱丫头毁了。从前就觉得宋氏养出的孩子小家子气，如今看果然是个丧门星。但这婚事是太后定下的，恐怕不好推。为了王府的前途，起驾入宫。郡主，成了。舒太妃带着裴恒从金云台山下来，连家都没回，直奔皇宫去请旨退婚了。郡主，万一二老爷来找国公爷求情，咱们要不要？父亲不会帮的。分家那天，他已对二房死心。何况大房没找他们算污蔑名声的账，已是仁至义尽。丹奴那个丫头，不过是丢了点银子和卖身契作为诱饵，便轻易让他反了宋氏。再加上裴玄在金云台山的接应，于沁楚，这丧门星的名头你接得稳吗？奴婢担心老夫人知晓了，会逼着国公爷。咱们要不要封锁消息？不必，非但不封锁，还要把消息送过去。再等半个时辰，把晋王府去宫里退婚的消息一字不差地告诉祖母。
郡主这是……父亲对二房失望不够，唯有让祖母也跟着拎不清闹起来，这关系才算彻底断了。我倒想看看，祖母视如命根的于沁楚，成了克六亲的祸害后，他还护不护得住？老夫人，出大事了！何事惊慌？适才听闻，由于二姑娘生辰大凶，晋王府的舒太妃已经入宫，要求皇上和太后撤了退婚。你说什么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退婚？奴婢听说舒太妃在金云台山请南溪大师亲批，说二姑娘是克六亲的命格。克六亲？祖母这是怎么了？老夫人听说二姑娘背负了克亲亲的名声，一口气没上来就……祖母，您可算醒了。看这眼神，还是在恨为什么克六亲的不是我。有些人果然心是冷的，怎么也捂不热。祖母别担心，晋王世子对二妹妹情有独钟，连太后都惊动了，定会护着她的。楚姐儿是要做人上人的，如今背负这种恶名，将来还怎么在夫家立足？同为姐妹，一损俱损。你不想着帮忙，倒在这里说风凉话。楚姐儿身背骂名，那是她命该如此，和旁人无关。父亲，阿宁，你还未出阁，这些糟心事不必你插手，先退下吧。老大，楚姐儿也是你亲侄女，你这样冷势心肠，见死不救。命该如此，我没有逆天改命的本事。你这是要气死我！既然分了家，咱们就各扫门前雪。如今阿宁的名声最重要。倘若母亲真的放不下二房，儿子可以去和二弟商议，今日就送母亲去二房养老。你要撵我走？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这样忤逆我？我有今日，全是靠双手在死人堆里挣出来的。这宅子是皇上赐的，我可以敬你疼你，但不代表我是软柿子任二房拿捏。二房那些姐儿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阿宁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母亲确定要我一桩桩翻出来提醒您吗？皇上，那女子命格奇凶，克六亲啊！求皇上开恩，念在晋王府忠心的份上，解除此桩婚事。人是裴恒亲自选的，圣旨是朕亲口赐的，无从更改。哼，世子当时求娶之志，朕还记忆犹新。不论好坏，这苦果你自己认。退下。母亲消消气，这事儿求皇上没用，皇上不会为了咱们公然忤逆太后。难道就这样让个灾星进门？ 3日之后，宫中有琉璃宴，太后定会出席。倒是让恒儿去求，太后最疼恒儿，定能松口。也只能如此。在婚事解除前，恒儿，你不许再去见那丫头。孙儿明白。晋王府退婚未成，二房如今正如惊弓之鸟，只需这最后致命一击。你今日不必跟我去谭家，去把那信物处理了。我要让二房最后的一丝火种彻底熄灭。郡主放心。真是晦气，怎么到哪儿都能遇到这对惹人厌的。见过大师。郡主不必多礼，老夫人体内的毒已排了70%，只要勤加走动，定能恢复知觉。外祖母，您能走了？切莫操之过急，今后静心休养。去告诉谭大夫人，这里正在医治，无论是谁，不见。关门。来得不巧，我们再等等便是。老夫人这病最怕杂事操心，不见那些闲人，才能好得快。多谢大师点拨。
去回了大夫人，就说我身子不适，不见外客。靖王妃的心意我领了，人就免礼了。王妃息怒，母亲这几日确实身子不适，刚好北冥大师在里头施针，谁也不见。不见旁人，怎的长宁郡主倒是在里头守着？这孩子莫不是仗着宠爱在那儿挡路呢？什么动静？鲍夫人，宫里给长宁郡主下聘礼了。胡说！不是说要等合了八字再定吗？世子有所不知，1个时辰前，太后亲请南溪大师入宫，当众批命，称郡主与景世子是天作之合。太后下旨，今日便要下聘。南溪大师怎么可能？他不是说那八字克六亲吗？天爷，整整160台，这是娶公主的规格呀！你看那些箱子沉的，抬杠都弯了，这哪是箱子，分明是送了座金栓呢！如意一对，蜀锦白匹，黄金1000两。恒儿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些原本该是属于你的荣耀。裴玄，他怎么敢？前世裴玄明明是个众叛亲离的纨绔，为何这一世连南溪大师都成了他的帮手？ 160台，还是宫里亲自出的。他于之涵还没进门，太后这是公然打我的脸。告诉我，这婆母没资格管教他。王妃，奴婢担心皇宫给足了郡主面子，等她嫁过来，怕是真难管教了。我还没死，这王府的规矩就轮不到他来定。宫里的聘礼已经到了，去把贤王妃留下的嫁妆单子整理出来，一并交给玄儿。王爷，这可是件大工程，即便要整理，也得……不必找错，名单先拿出来。王府再追加20台聘礼，1个时辰内还往余家。裴玄，他可都是我的命根子。王爷，内务府那160台已经够刺眼了，再加上姐姐的这些，规格都赶超皇后了。若这种风头出得太过，臣妇担心会招来闲言碎语。再者，抬举的太盛，日后臣妇怕是不好管教。既然王妃担心风头太正，那原本该补给我的30台聘礼，就折成银票，我自去处理。谁准你进来的？父王、王妃，皇祖母许我今日下聘，我是来取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的。太后手谕在此，父王不可厚此薄彼，凡当成婚约定之物，需交由裴玄自行支配。怎么，王妃还不放人去取生母的嫁妆单子？莫非是要太后身边的苏嬷嬷亲自来清点？臣妇不敢，快带世子去开库房，不许拿走。另外，王府给你补20台，赶快滚！父王大气，这20台聘礼，儿臣一定作为首礼摆在余家大门口，让大家都看看您的父子情深。孽子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听说二弟婚期也将近，他的纳征礼若是轻了我的，怕是有人要寒心；若是重了我的，那便是公然违抗太后今日定下的这规格。加，由20台追加到30台，统统抬走！快看，那是景王府追送的，还有先王妃的私产。景世子这排场，全京城也是头一份了。长宁郡主当真好福气。王爷，玄儿从前胡闹，总归有些分寸。近几日，他不仅顶撞您，甚至还搬出太后手谕，这背后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挑唆？那预知您还没进门，竟能让裴玄这个混世魔王转了性。若由着内务府办下去，这靖王府哪还有我的立足之地？这孽障，如今不仅有宫里撑腰，还学会拿他生母的嫁妆压本王。他这般嚣张，本王倒要看看他能走到几时。为何他看我的眼神如此冷漠？从前他满眼都是我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能把命都给我。阿宁，你当真要嫁给裴玄，存心与我作对？
只要你愿意悔悟，我们还可以像从前那样。世子若真有本事，也不会连于庆楚这种克六亲的婚事都解不了。你连自己的后院都扫不净，竟还敢在我面前谈以后？哼！红烛，起驾！别让这种晦气东西挡了路。阿宁，快过来，瞧瞧，宫里这次给足了你长脸，你当真是个有后福的。请少子进府下聘。郡主，且回屏风后暂避。今日的他，倒真像个翩翩如玉的掌权贵物。国公爷在上，玄今日携聘礼前来求娶郡主。世子有心了，请国公爷放心，玄在此立誓，定会竭尽所能，照顾好郡主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郡主，这排场足足有190台呢。大家都说景世子比静世子强出100倍，咱们这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。名声不重要，我要的是这份看重。阿宁，你今日确实给于家长脸了，可惜了，你二妹妹庆楚，当初连场像样的吉衣宴都没有办。祖母有话直说，你也知道，二房分家时没得多少银钱，出嫁要是寒酸的嫁进晋王府，岂不叫人笑话你这个长姐？你母亲留给你的私产已够你一生无忧，这聘礼带的太多，反倒容易招人非。那依祖母之意，你主动开口，留下一半聘礼送给楚姐儿当嫁妆，这样你既能落个大度有爱的名声，你妹妹日后在婆家也能抬得起头。祖母，您是想我拿晋王府给我的脸面，去贴于庆楚那个算计我生死的堂妹？她是你亲妹妹，打打闹闹就过去了，你怎能这般小家子气，扣着东西不放？于庆楚没嫁妆，是二房作逆；没聘礼，是晋王府看轻。难道祖母年纪大了，连这账都算不清了？我是大房嫡长女，未曾听说哪家出嫁要扣下一半聘礼去供养隔房的道理。放肆！我是你祖母，你这不忠不孝的东西！来人，给我拖出去罚跪！没我的准许，谁也不准他起来！郡主，老夫人也是为了您的名声，您怎么能这般没规矩？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于志宁，你要翻天不成？下聘日顶撞我，还敢殴打丫鬟！郡主，你前头客人都还没走，郡主如此行径，若是传扬出去，必遭晋王府嫌弃。郡主，这聘礼是从皇宫抬出来的，旁人也配惦记？好歹也是国公府出身，从前如何待我，一桩桩一件件还要我说出来吗？郡主，奴婢知错了，求您饶命！我若出嫁不顺，定要搅得二房三房天翻地覆，永不罢休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孽障，文月再不济也是我的人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怎么让父亲来压我，可惜你打错了算盘。去，把国公爷给我叫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教养女儿。好啊，红烛，去，趁着外面下聘的客人们没走全，多找几个力气大的婆子，把门外那些红绸聘礼统统抬到大街上去。郡主，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大声喊：于国公府老夫人慈悲，非要扣下长房嫡女的聘礼，去估计二房那个克六亲的堂妹，这就抬过去送礼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站住！你回来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家丑不可外扬，闹得人尽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祖母不是常说一荣俱荣吗？
我反正是要嫁给裴玄那个纨绔了，名声早就不在乎。可余家还多的是没成婚的哥儿姐，族长若是知道您在家闹这出，您猜他会饶了谁？父亲，怎么回事？父亲，祖母今日让女儿抠下一半聘礼，送给搬出去的二妹妹做嫁妆，女儿不愿，祖母便说女儿不系亲情，要罚女儿跪到流水席散场。女儿一时气急，才打了多嘴的问月。母亲，分家才2日，您就急着要断了咱们的母子情分吗？老大，我只是为了名声劝劝他。阿宁还有1个半月出嫁，您若执意成全二房来恶心我们，那这国公府你也别住了。你要为了这丫头撵我走？这种挑唆主子的奴才，堵了嘴，即刻发卖。郡主今日那一巴掌，真是吓死奴婢了。不彻底撕开这层皮，他永远不知道疼。郡主，老夫人特意让奴婢送几样压箱底儿的首饰给您赔罪。老夫人说了，她刚才是一时老糊涂了，您可是她最疼的孩子。我认识这首饰，前世这些东西可是戴在于庆楚头上的。替我多谢祖母。郡主，二房那边上钩了。说，今日看到那190台聘礼，二房眼睛都红透了。傍晚之分，宋氏就偷偷溜出门，在咱们安排的那处挂托前找那位神算子，想给于庆虫改命。让那个算命的按照这上面的话，一字不差的吐给他听。二老爷在外头还养了个外室。慢着，郡主还有吩咐。我记得苏州宋家的人也在京城，宋氏当初为了填补亏空，在外面借了不少，大头都在宋家那儿。你去提醒一下，如今二房的处境，若是宋家知道二房连官职都没了，那债怕是要讨得翻天。奴婢这就去。宋氏可恶，于正清更毒。上一世他吃人不吐骨头，这一世我要让他尝尝什么叫求死不得。养不熟的东西，收了我的头面，却连句软话都没有，在这儿养了几年，一回京却处处偏袒谭家。那是国公爷心尖上的宝贝，老夫人您先顺着些，日后总有法子。老大也是糊涂，100几百胎嫁妆带走，那不等于把家产送给外人？他也不想想，女儿嫁了就是外姓人，将来他不还得指望他那亲侄儿养？快开门！老夫人来看二老爷了。老夫人，您可来了！二老爷这2日又是腰伤又是风寒，正遭大罪呢。母亲，您怎么深夜来了？我的儿，不过几日，你怎么瘦成这副鬼样子？祖母，您终于来了！父亲病了，还一直念叨您呢。都是阿宁那个，哎，府里今日下聘，我实在是抽不开身。听闻今日景王府送了近200台聘礼，大哥那性子，嫁妆怕是要翻倍的给，这是要把整个国公府搬空了，去贴伯那裴玄啊！闭嘴！大哥的事轮得到你议论？母亲，府里下月大办婚事，若有忙不过来的，我二府粉身碎骨也义不容辞。只要大哥肯消气，我愿意回去帮衬。是啊，府里没个女主人怎么行？若是大哥服个软，我可以大度些去招待女眷。别想了，老大提都没提一个字。那女眷宾客怎么办？他一个大男人去招待不成？国公爷说了，天庄宴那天，宫里会派嬷嬷去顶。国公爷还说了，若是谁再敢给郡主添堵，不管是老夫人还是谁，
该撵的撵，该发卖的发卖，他这心是跟二房断干净了。大姐姐竟敢顶撞你！她这般目无尊长，大哥竟然还纵容！哼，大哥太没气量，我去找他评理。你冷静点儿，老大现在疯了。他说若我再帮衬你们，就把我也送到这2间破屋里来养老。咱们得等他这股气儿过了再说。楚姐儿，靖王府那边可有下聘的动静？大师说了，得等武状元科考之后再办，这是大事，不急在这一时。宋氏，给我滚出来！开门！二老爷，不好了，是宋大夫人带着人上门，说要讨要前些日夫人借来周转的银子。宋文娘呢？叫她给我滚出来！嫂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废话少说，我是来取那3万两钱款的。嫂子，您知道我们刚分家，哪有这么多银子？宋家为了帮你受了多少累，原指望那于应楚能攀上高枝提拔宋家，结果呢，满京城都知道他是个克强亲的灾星。你们二房现在既无爵位，婚事也成了累赘，别怪我带着人在女儿成婚那天当众堵门要账。他当真这么说？混账东西！宋家竟敢如此蛮横！母亲，他手里有证据，我当初是为了周转才借的。若他真在楚姐儿成婚那天闹起来，咱们二房就彻底完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还吧。可分家给大房赔了70%，账面上满打满算也就剩2万了。去宋竹堂取1万两银票来，我这攒了一辈子的家底，竟全填了这宋家的黑窟窿。郡主，昨晚老夫人回来时，那脸色拉得比驴脸还长，叹了一夜的气。3万两一走，二房怕是连吃饭都要揭不开锅了。于正清这些年打着疏通关系的名头，可私扣了不少钱。红竹盯着那位挂摊师傅，宋氏若是想去给于沁楚改命，就让他把于正清养外史的消息顺带着算出来。阿宁来了，这身衣裳真漂亮。大姐姐，三婶，紫兰，阿宁，坐一辆马车吧，路上有伴儿。不必了，我这车前几日受过惊，怕再惊扰了三婶和妹妹。今非昔比了，看把他傲慢的！上辈子就是今日，穆清浊在琉璃宴上匿密，罪名却被死死扣在裴玄头上。那之后，裴玄被百官弹劾，东凉帝失望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容许同样的悲剧重演。郡主，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车内太闷了？没事，只是想起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长宁郡主，郡主，靖王妃，穆姑娘，我可真是好福气。玄儿和灵儿成婚的日子差不多，我这一进门就有2个冰雪聪慧的儿媳。阿宁，你放心，景王府最宽敞、修缮最精美的院子，一定是留给你和玄儿的。这一招借刀杀人又来了。穆清哲若死了，受益最大的人，从来就是你这位继母。郡主，我初次入宫，许多规矩都不懂，今日我就跟着你，寸步不离，可好？我入宫次数亦不多，谈不上照顾。若是我带偏了规矩，惹人笑话，倒是不美了。王妃经验丰富，穆姑娘还是跟着王妃吧。长宁郡主，我知道之前清浊与你有误会，但将来你们同在靖王府屋檐下相处，他有心亲近，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郡主若是还没消气，不如清浊在这里给你磕头赔罪吧。穆姑娘，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我只需实话实说，对宫里不熟，无法照看你，你为何就要哭啼啼的，又要赔罪又要下跪？我实在不敢招惹你，我无意为难你，你也千万别再想不开了。这穆姑娘就是前阵子上吊那个吧？真是动不动就寻死觅活，谁惹得起啊？
郡主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不就是仗着有人撑腰吗？在大门口顶撞未来婆婆，我看她真是没脑子。三婶儿，你可知道二房嫡女为什么被靖王府嫌弃？为何？二房落魄，是因为没看清余家靠的是我父亲，更因为余庆楚名声已臭。三婶，看好三妹妹，别让她犯糊涂，落得跟二房一样的下场。你在威胁我？我还没跟父亲提过，那一盒浮光锦其实是你今世专程送我的。既然我没婚事，你们若想自寻死路，我也拦不住。你放心，我们绝不敢乱来。裴雪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上辈子穆清浊就死在今晚，裴雪，这次我一定要护住你。宁表妹，听说靖王府给你下了190台聘礼，真是好大的排场。都是宫里抬举罢了。阿宁，咱们是亲戚，你能不能去求求太后，也给我一份同样的荣光？姐妹之间何必分什么彼此？陶兰香，这是裴恒最爱的香气。谭诗妍刚从他那边过来。宁表妹，你说话呀！你到底愿不愿帮我？谭表姐，今日宾客迎门，你身边一个丫鬟都不带，特意把我引到这里。你猜猜，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出了事，得利的是谁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若是你摔下去，脸划破了，或是有了残疾，这靖王世子妃的位置，你还能坐得稳吗？若是我摔下去，依我父亲和太后的性子，谭家会落得什么下场？我要是你，就会先稳坐世子妃之位，等地位稳固了，再来考虑要不要跟人翻脸。只要你安安静静等着，该有的下聘荣光，靖王府为了颜面必会给你。可若你今日犯蠢，后果自负。你竟然全都知道了！你是想帮裴恒坏我名声，还是想永远守住世子妃的位置，让靖王府日后绝不敢冷落你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这太冒险了。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好，若是失败了，我跟你没完。奴婢已提醒过景少子，那穆姑娘刚才去缠过三夫人，已被带开了。不好了，莲花池淹死人了！怎么回事？刚才有人瞧见景世子去了池边，穆姑娘随后跟去，两人不知怎的起了争执，世子竟将穆姑娘一把扔进池子，人都飘起来了。人在哪儿？这孽障，真是一点也不让人省心。孽障，你好歹毒的心，你怎能将清浊丢入莲花池？雪儿，你有元气抓我来，清朝那孩子是个直性子，他有什么错？父王在说什么？儿臣怎么听不懂？倘若清浊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赔命！太后明鉴，玄儿心思歹毒，竟将清浊推入深水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玄儿，你有什么怨气，冲着我来点命啊！玄儿跟在哀家身边1个时辰了，什么时候去过莲花池？太后，人被抓了个正着，还有目击证人，您就别再偏袒纵容他了。小太监，谁给你的胆子撒这种弥天大谎？哼，这丫头一个人在那儿醉得东倒西歪，若不是哀家路过撞见，她险些就要从台阶上磕下去了。
你们说的逆裔是指谁？靖王，哀家知道你不待见嫡长子，可虎毒不食子，自己的亲儿子出了事，你不仅不去证实，反而急着按罪名，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皇上，确实有人落水了，不过那是靖王妃。好在被谭大姑娘舍身救起，谭姑娘呛得很了，刚爬上岸就晕了。我母娘，母妃，你怎么会去那里？还不是听见宫女传长宁郡主与人在莲花池私会，赶去瞧，结果到了莲花池就被撞入池子里。那谭石玲二话不说就跳下来救我。好了，人没事就行，一切等回去再说。世子请留步，太医交代我家姑娘呛了水，如今尚未苏醒，需要静养。还没醒？是。姑娘，成了。太后刚才还亲自夸您舍身救人，说靖王府好福气。于之宁说的对，稳坐着世子妃之位才是最要紧的。皇上，阿宁幼年丧母，玄儿也没个亲娘在身边帮衬，这两个孩子凑在一块不易。玄儿如今沉稳不少，你这做黄伯伯的，往后多担待些，莫要总揪着他过去的顽劣不放。太后放心，朕省得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在大殿，多谢你。就因为提醒你避开穆清浊，值得你半夜翻墙谢我？阿宁，我恨不得明日便与你成婚，一时一刻也等不了。郡主，昨晚宋氏连夜去找了那位算命先生，足足花了5000两求个改命。5000两，看来他是真的急了。按您的吩咐，先生已经指点他了。不过宋氏似乎还在逃避，不大敢信二老爷养外事，由不得他不信。二房根基尚在，还需要再加一把火。国公爷有令，今日松竹堂闭门谢客，二房之人不得入内，请回吧。二公子坠马了！王妃，二公子的右腿骨头断了好几节，即便康复，怕也要留下残疾。是大哥，母亲，我看见裴玄纵马经过，定是他害怕我夺了武状元，才故意害我。王爷，玄儿定是因为那日琉璃宴的事生了恨，今日断了灵儿的腿，来日是不是就要灵儿的命？启禀王爷，穆父亲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此事若真的是他做的，父王亲手打断他的腿，给你赔罪。王爷，出大事了！何事惊慌？清浊今日坠马了，人一直昏迷不醒。大夫说，少说也要在榻上躺个3、5月，这婚事怕是要耽搁了。清浊马术向来精丑，怎会无乱坠马？他今日约了好友去郊外，谁料遭了暗算，浑身发酥使不上劲儿，竟被受惊的马后蹄狠狠踩中，被人抬回来时气儿都要没了。一定是那个逆子！灵儿刚断了腿，清浊紧接着就坠了马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哟，这么热闹，什么大喜事儿？说给本世子听听。孽障，还好意思问？灵儿是你嫡亲的弟弟，你怎能如此心狠手辣的算计他？世子，大局为重啊！
二公子眼看就要夺得武状元了，你……本世子的清誉，也是你一个小小副将能张嘴污蔑的？放肆！给穆副将赔罪！看来二弟伤的也不算重嘛。父王还有心情在这替外人扯皮。玄儿，这件事当真不是你做的？主子只是恰好路过，救没救人是一说。害人这盆脏水，王府别想扣在世子头上。我是亲眼瞧着他像一坨肉泥一样从车里飞出来的，没摔死，算他命大。没心肝的东西！即便不是你做的，你见死不救也是畜生行径。下个月大婚，府里要是再敢玩什么不死不活、卧病在床的幺蛾子，可别怪本庶子一把火把这靖王府给烧绝了。哼！母亲，是他，一定是裴玄。别乱动，你父王已经在查了，咸阳好伤，来日方长。可武状元选拔就在明日，2万兵权眼看就要成了裴玄的囊中肉了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现在他在太后跟前正得宠，咱们不宜明面上硬碰，但他那个不学无术的废物，上台比试也是丢人现眼。等他明天当众出丑，主审官又是于正南，看谁还护得了他。对了，清浊那儿如何了？你不必管他，区区一个副将嫡女，本就配不上你。可圣旨已经赐婚，只要成不了，这婚约就是废纸一张。母亲自有法子，让你以后娶个更得力的帮手。这里没外人，说。打听到了，穆姑娘被马蹄重重踢中心口，那内伤伤了根本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大夫说以后怕是不能再有身孕了。穆姑娘刚才一听这话，已经哭晕过去3回了。母亲，清浊坏了身子，孩儿不能没子嗣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只是有婚约而已。此事母亲定会想尽法子解决，我怎会看着你断了后？裴玄在哪儿？回王妃，世子在芳菲阁，正盯着那儿的修宪呢。他倒是对这婚事上心得紧。王妃，明天就是比武大会了，万一世子他……就凭他？不过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若真让他得了兵权，灵儿还怎么当世子？灵儿今日如何？疼得厉害，在药里加了安神药才睡下。妾是心疼他白白错过这比武大会，好在府里还有玄儿，主审官是于国公，又是玄儿未来岳父，定会多加照拂。只要荣誉归咱们王府，妾身也就知足了。哼，他不惹是生非就不错了。玄儿这孩子狂劲儿大，若他真拿了兵权，还不知怎么张狂，怕是对咱们王府的名声也未必是好事。你说的对，他这副德行若是得了势，尾巴还不得翘上天？王府今日风头太盛，不能让他再去丢人现眼了。王爷宣世子去书房。世子，王妃前脚刚从书房出来，王爷就叫您，怕是没好事。他儿子没了机会，自然也不想裸泳。看来那裴灵的一条腿断得还不够彻底。景王唤我有何贵干？明天比武大会，你可有信心？这几年我整日吃喝嫖赌，哪有心思学武？您可别指望我给您正面子。那你还上台丢什么人？一会儿本王入宫替你求情，免你上台。以后收收心，下一届再说。景王这番话，究竟是希望我争武状元，还是不希望呢？本王是为了你好。上台丢脸的是我，做个怂包，连台都不敢上。那才是把景王府的脸扔在地上让人踩。大哥，少攀关系。本世子可没你这种弟弟。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滋味好受吗？幸亏是断了腿，
万一脑浆迸裂，你连在这儿喊疼的机会都没了。是你害我！是本世子又如何？你可有证据？裴灵，开门！裴灵，你怎么样了？裴玄，你做什么？快把脚挪开！少在这儿跟本世子演什么母慈子孝！你们一而再的挑衅我，甚至想拦着给本世子参加武选。我话放在这儿，我若上不了台，必亲手折断裴灵这一双手。玄儿，你误会我了。你不过是趁着我母妃长病时，不知羞耻的爬了床，才生下这么个孽种，也配跟我争？我不许你这么说母娘！畜生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乃景王府嫡长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本世子面前狗叫！孽子，你当老子是死的吗？景王宠妾灭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苛待原配嫡子，听信季氏怂恿，甚至敢打压我不许下台夺武状元，我不过是自保，我有何错？世子之位是本世子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下次再动歪主意，就不是从马车里飞出来这么简单了。好歹毒的心，老子今天就替你娘教训你！他一个奸生子，也配称弟弟？要死要活尽管闹，你只需考虑，你膝下那两子一女，够不够本少子慢慢折磨？王妃，快请大夫！父王，他在府里都敢动手，入宫告他，一定要废了他！这个逆子，本王这就入宫，请皇兄治他的罪。你说景王不许你参加明日的武博？是。父王说，于国公身为未来岳丈，定会徇私，为了避嫌，竟要侄儿放弃机会，甚至还把二弟坠马的罪名强加给侄儿。侄儿一时气盛，动了手，简直糊涂！他身为亲王，竟如此不知轻重。黄伯伯，父王待会儿定会来入宫告状，吉儿不愿再回府受辱。罢了，今日就在宫里住下，跟着朕。长公公，快通传！那个孽子裴玄在府里打伤了弟弟，羞辱了王妃，本王要请圣裁。王爷，世子已经来过了。他怎么说？皇上现在很生气，但气的不是世子，而是您。皇上说了，若不是您先招惹嫡子，世子也不会自卫反击。王爷，您还是在这儿先冷静半个时辰吧。传皇上旨意，明日武状元比试，皇上将亲自监考，严禁任何人私下非议、揣测结果，违者以此乱政论处。阿宁，裴玄这小子倒是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能耐。这骨头又被生生拽挪位了，若是再有下一次，二公子这腿定要落下残疾，神仙难救啊！本王妃知道了，你且尽全力医治，当初就该在6岁当年把你除了。王妃，王爷已经入宫请圣裁了，定能给二公子讨个公道。今日在大庭广众下辱骂我，骂灵儿，若不废了他的世子位，我这靖王妃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京城待下去？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玄儿殴打幼敌，顶撞生父，皇上怎么说？父王，裴玄亲口承认是他害我坠马，一定要废了他！都别闹了，以后少去招惹裴玄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他不占一个理字，难道皇上还要偏袒他吗？那是我的腿，我差点变成了残废。父王，您难道也要偏心他吗？父王这么说，全是为了保全你。你且安心养伤，听父王一句，这景王世子的位置，早晚是你的。皇上真的动了废弃的心思。皇兄那是动了立储的心。裴玄若为储君，世子位自然腾给灵儿。可若灵儿在这节骨眼上作死，惹怒了未来的天子，全家都得陪葬。总之，别再闹了。灵儿明白。明天武状元选拔，皇上要亲自主审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执意要上场丢人现眼，本王也拦不住，就随他去吧。今日这武状元，本世子定要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云泥之别。晋王世子文武双全，这10剑连珠，当真有百步穿杨之才啊！恒儿，好样的！这是景世子。勾栏瓦舍里多的是投壶的把戏，想必是在楼子里练出来的吧？看来这1个多月，你
没少费功夫。我只用了1个月就能抵你多年努力，看来你也不过如此。靖王世子怎么朝着靖世子放箭？无常无眼，难免误伤。那箭矢是包了头的，死不了人。就凭你也配跟我争？废话真多。花拳绣腿的草包，下去吧！皇上，裴玄下手没个轻重，这简直是仗着蛮之行凶。靖王按五比规则，赛场上只要不杀人、不用暗器，本就是各凭本事。徽世子并未犯规。于卿所言极是，历届选拔皆是以成败论英雄，景世子赢得光明公败。裴恒，你当真以为本世子不如你？我只是往日不屑去争，如今我想要，你哪一点比得过我？不过是仗着常在京城赛马罢了。靖王世子那是前阵子受了伤。不错，武状元总不能是个只有武力的蛮夫。皇上，微臣听闻景少子平日行举荒唐，昨日更是在王府内胡闹，这种狠戾毒辣之辈，即便胜了，恐怕也难担武状元之重任。怎么，诸位爱卿的意思是，朕该略过比赛，先内定靖王世子为状元？昨日景王以入宫禀明，不过是兄弟间的玩闹。既然景世子率先拔了头筹，你们却死活缠到处得罪人，我看今日你便是得了状元，也有的是人不服。怪我喽！侄儿凭本事赢球，倒惹得李大人想起自己前几年宠妾灭妻的事儿。还是张大人怕我太优秀，显出您当年抛弃糟糠之妻的丑事了？裴玄，你怎敢当众诋毁朝臣？说到底还不是你们靖王府输不起，怕我压了裴恒的风头。朕要看个透彻。谁才是真的大梁栋梁？两位世子的笔记朕都印得。为了避嫌，朕特选此届文举学子共同投票，取最优者。皇上这是在变着法给裴玄撑腰。怕什么？他这些年连文章都读不顺。但我总觉得此事有些不妙。你多年努力，本王是看在眼里的。他就是个草包，你无需担心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诸位，这就是你们选出来的最佳文章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便一并传阅瞧瞧吧。字迹工整，文思敏捷，裴玄这个混世魔王，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锦绣文章？题是你们选的，文章是众目睽睽下写的。诸位爱卿，谁还有异议？裴玄，上前听风。臣在。即日起，你便是这一届的武状元，封从二品朴乔将军，掌京郊大营2万精兵。臣叩谢皇恩。皇上，恒儿近日略显浮躁了，须得沉淀一二，等下一届再行努力吧。谨遵皇教。母亲何必忧心？难不成大哥那个草包还能真中了状元不成？除非天塌了。喜事！天大的喜事！咱们世子在5比中拔得头筹，圣上亲封状元，如今已是调取将军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作弊！世子人呢？回王爷，世子刚接过虎皮，便马不停蹄的去京郊大营接管防务去了。他倒是尽职尽责。这孩子总算给本王争了口气。你是没瞧见赛马场上黑衣杆长枪压得裴恒抬不起头，靖王那张老脸都绿成了草。是啊，灵儿若是知道大哥有此出息，定也高兴得极。好个裴玄，好个扮猪吃虎的景世子！阿宁，你瞧见那些老官物的脸色没？真是痛快。景慎从未办过伤天害理之事，他幼年失母，在虎狼窝里自生自灭，若不藏着锋芒，哪能活到今日？阿宁，你放心，
他今日有此作为，你嫁过去便多了一层甲胄。若他以后负你，我于正眠就算把这把老骨头拼了，也必将你带回来。父亲，这些是阿宁名下的私差能变现的红利，一共3万两，请父亲代为保管。女儿嫁入王府，不能带走国公府的根基。胡闹！为夫手中握着你二叔赔的7万两和赏赐，够花几辈子。这些是你娘留给你的命根子，留在府里反遭那些破然户惦记，统统带走。东秦，在找人放风给那几个说书的，就说靖王世子自从和于禁楚定下婚约后，诸事不顺，屡屡挫败。